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啊。每个人都希望呢心想事成啊，万事如意啊，也希望呢所有的事情呢或者人事也好呢啊，都能做到尽善尽美啊。尤其有完美理想主义的人呢，更是希望呢尽善尽美。然而呢，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人生哪有尽如人意啊？只要有一点不完美或者不顺心啊，就会有挫折感或者心中起波澜呐。所以正言上人才说：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力勇气啊。就是提醒我们，人生不可能万事如意啊。与其祝福别人万事如意，不如祝福别人毅力勇气。所以毅力勇气呢，重要过事事如意啊！因为毅力勇气是因，万事如意是果。那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啊，畏惧的畏啊。那菩萨是担心啊，畏就担心嘛。菩萨是担心自己有没有毅力勇气啊。那凡夫是在意有没有万事如意啊。好，一个是在意那个因，一个是在意那个果啦。所以这个境界是截然不同。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顾名思义，就是说事事哪人完全依照我们的意愿呢？只求过程中不愧对自己的良心就好啦。这是给自己留一条转进的路，给自己留一些后进的空间，往后进的空间，不是后退后进这样才不会陷入死胡同。也才不会呢钻牛角尖，也才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叫做善待自己啊。自古以来很多贤人志士都拿这句话来当做座右铭也常常呢用书法把它写成条幅呢挂在墙上来鼓励自己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意思就是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是呢，要拿出来跟别人讲的呢，却连两三件都没有无二三的连两三件都没有了这是一方面呢，形容世事无常一方面也是指知音难寻人跟人之间要互相的理解也是很难可以掏心掏肺来倾诉的人也没有几个人，甚至有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倾诉的对象。人生有时候会感觉孤单寂寞空虚失落就是倾诉无门有苦难言心事向人知心事谁人知一切的苦都要往自己肚里吞，一切的烦恼忧愁呢埋怨都要自己消化。就因为人生不能尽如人意的事情很多，而能够促膝长谈的知音呢更少，所以我们遇到知音或知己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去珍惜去把握，也才有这句话嘛，把握因缘亲近善知识这也是一种智慧啦。善知识就是贵人，人生有没有贵人，对我们行事的成败或者道业的增长呢，都会有关键性的影响然而，要遇到善知识跟贵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佛陀说，人有20难里面的第16难，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会善知识难佛陀不只要我们内修来调心也要我们外行亲近善知识甚至认为呢，亲近善知识就是具足全部的道业喽。可见善知识的重要佛陀是走中道路线中道实相那正言上人也是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也是一样，跟孔子的中庸之道都是道一以贯之放诸四海皆准
我们以前读书会有讲过，亲近善知识跟修炼真实法，这两个是破解疑法跟疑问或者是破解烦恼也好的尚方宝剑呐。我们也要把它奉为学佛的准绳。要亲近善知识，就要入人群呐，因为善知识就在人群中啦。要修炼真实法，就要深入经藏，因为入经藏才会找到法源呐，法的来源呐。找到法源，就是找到自己的心灵桃花源呐。总而言之啦，能一边亲近善知识，也能一边修炼真实法，这样双轨并行，才是真正的福慧双修啊。修福跟修慧不能偏执一边，必须两个相辅相成。这才是中庸之道，好像火车的铁轨一样，两边要平行，相辅相成呐。这也才是开经记里面讲的什么如来真实义啊。古代君子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观点。这个里面的独善其身，就是自修，修于内；兼善天下，就是行于外。有内修也有外行跟刚刚讲的福慧双修一样，全部都回归到如来真实义如果说有内修没有外行，或者有外行没有内修，这个都不能叫做如来真实义所以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要了解那碰到事事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呢，有些人会选择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意思就是说，烦恼跟忧愁无止境的翻转想要用刀去切断水，或想要借酒来消愁，或者想要用尼古丁来烟熏烦恼或想要以粉饰太平的方式呢来掩耳盗铃掩饰过失。这样做的话呢，不但不能使人清醒反而是暴露一个人的不务实跟逃避现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同理，人世间的事也是一样，无法尽如人意，这是正常的人的一生过得好是叫做精彩，过不好叫做经历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可能符合每一个人的期待跟满意的，不可能的啦。所以但求无愧我心，意思就是说不必解释太多，做好自己就好，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啦，不懂你的人呢，不会相信你的解释，很有道理所以佛法才说平常心是道，看似平常但是呢，这个平凡才能见真章有一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了，中途呢让3名的这个患者呢逃跑了那为了不让自己丢掉工作呢，他就把这辆车子呢开到一个巴士车站去跟大家说免费搭车。结果很多人都上了车那这个司机就把乘客中的3个人呢当作患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里面，因为3个人跑掉了嘛，抓这3个人来补对，那这3个人很明显是被冤枉的嘛。那就有一位记者呢很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个3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是被误送来精神病院的，而后来又成功走出精神病院。这个记者想了解，那这位记者呢就先采访甲，他就对甲说了，问甲，当你被误关进这个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的呢？这个甲就回答说，我想要走出去的话呢，就要先证明我自己是没有精神病。那记者问，那你是怎么样证明的？这甲就说了，我一直对狱方的人员说，地球是圆的，因为这句话是真理讲真理的人总不该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那记者就问你成功了吗？甲说没有还被抓回来，跑不出去
那反而当我甲就说了，反而当我讲这句话讲到第14次的时候呢，护理人员就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针。接下来呢，那这个记者就采访乙啊，就问乙啊，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那乙就跟这个就跟这个记者讲，其实我跟刚刚那位前面的甲是被丙救出来的啦，是丙先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报了警而救了我们啦。那位记者就问乙啊，当时你是否有想办法要逃出精神病院呢？那乙说，有啊，我也是想啊。所以我告诉精神病院的人说，我是社会学家，我跟他们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川普，英国前首相是强生。当我继续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的领袖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了啦。那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那记者就问了，那丙是怎么样把你们2个人救出去的呢？那乙就说了，他说这个丙啊，当他被误抓进来的时候呢，他什么话也没说，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当这个院方人员呢帮他服务的时候呢，他还会跟他们说谢谢。就这样到了第28天的时候呢，院方就让他出院了。这位记者之后呢，就在这个茶会上了，在这个发表会上里面呢，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一个正常人想要证明自己的正常，那是非常困难的。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这句话颇具哲理呀，也印证我们刚刚讲的平常心是道。那不平常心就是不是道了嘛，同理嘛。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不必去证明自己，不必为自己辩解啦，只要做好自己就好，问心无愧就好。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之事，则事事平常啊。这句话也是很富禅理呀。其实一些爱喝酒的人也是这样子的还没有醉的时候都说我醉了，等到喝到很醉的时候又说我没醉，这个叫做语无伦次所以很不正常不管你有多么的心宽念纯，一旦遇到复杂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化繁为简，还继续跟他牵扯的话，那你也会变成一个复杂的人。不管你有多么真诚，一旦遇到怀疑你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守之不动，不动如山，却还一直跟他辩解，那很可能你会越描越黑对方也会把你的话当成谎言。不管你有什么专业跟专长，只要遇到不懂的人，你就变成一片空白的啦，你就变成空白的啦，很有道理所以关键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没有遇到对的人虽然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但也要遇到会用的人遇到不会用的人，人才也变庸才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样子嘛。同理不是 know how 就好，还要 know who。know how 是知道怎么做， know who 是遇到对的人。所以能遇到有缘人、有心人，甚至能遇到贵人，都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对的人总而言之呢，结论就是别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懂你的你不用解释，不懂你的你解释也没用，不需要向别人解释太多，做好自己最要紧。就像刚刚被误送去精神病院的那个甲乙丙3个人丙是表现最正常最平常的，所以救了自己嘛。对没有耐性的人容易意气用事，自翻底牌，不但自曝其短，也自乱阵脚，因沉不住气而无法静观其变，无法冷静应对所以耐心等待因缘很重要
耐心等待因缘，不是不管事不做事，而是遇事沉着啊，懂得审时度势，以平常心去观察境缘，这也是一种功夫啦，叫做默忍则安。上次我们讲过嘛，安忍不动啊，也是一样这个意思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观点，而每一个人也都以自己的定见呢去解读一件事情啊，甚至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呢，以至于对一件事情的解读呢，都会有所差异啊。对不同的人讲同样一句话啊，每个人解读都完全不一样哦，叫做事众同文，法味同解。讲一个故事，大家一听就懂。有一个算命师啊，铁口直断啊，远近驰名啊，那很多徒弟要来拜师求教啊。那这个算命师就对要来学算命的这些徒弟们说：“我有一句万金诀啦，就是口诀啦啊。这句口诀呢，我百试不爽啊。唯一要牢记的就是要来算命的人呢，要一个一个进来啊，不能一次全部进来，否则就不灵的啦。这句口诀就不灵的啦。”于是这个师傅开始算命，那徒弟们就在旁边学习了嘛。第一个客人进来了，啊，这个师傅就说了，就跟客人说：“你先不要讲话，我写几个字哦，不灵你就不用付钱，灵了你再付钱。”于是呢，这个算命师就当场写下5个字啊：“父在母先亡。”客人一看，马上说：“哎呀，真是半仙呐！我家真的是父亲还在，母亲先亡啊，母亲已亡啊。”算得很准。第二个客人进来了，啊，这个算命师还是说：“父在母先亡啊。”这个客人一听，大为惊讶的说：“太神奇了啊！我家就是父亲在母亲之前先往生，算得太准了。”第3个客人进来了，同样一句话：“父在母先亡。”客人一听，惊为天人的说：“我父母都已经往生了，而且当年是父先母后啊，叫做父在母先亡嘛。”对啊，轮到第4个客人啦。第4个客人一听父在母先亡啊，他就说：“我父母亲都还健在呢，怎么会是父在母先亡呢？”这个算命师不慌不忙的说：“这是天机呀，你回去默默的观察吧。”那其实他回去默默观察，最后还是父在母先亡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一句话什么状况都适用啊，都解释得通，因为每个人会各自解读。这个就是什么？一因说法，法随众生，各得其解啊。师父的开示也是一样啊，每个人都这样子各自解读不同啊，也是一样啊，但是都通啊，其实老天爷也是无法尽如人意的，不只是人呐，就像卖太阳眼镜的人呐，他希望老天爷的尽量出太阳；那卖雨伞的人呢，希望老天爷的尽量下雨；行人或者要逛街的人呢，希望老天爷呢不要下雨。要逛街下雨不方便啊。那采茶叶的姑娘呢，希望是阴天凉凉的。那种大麦跟小麦的人呢，是希望老天爷呢有寒冷的气候。养蚕要做蚕丝的人呢，希望老天爷呢有温和的气候。甚至同样一个农夫啊，同样一个人啊，他要播种的时候，他希望老天爷下雨；稻谷收成的时候，他希望呢，他要晒稻谷嘛，他希望出太阳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诉求跟祈求啊。请问各位啊，如果你是老天爷，当人们在同一个时间有各自不同的祈求时，你要怎么应付这些人啊？好像是不太可能嘛，对不对？但老天爷有他的智慧，老天爷只能对这些人说了：当我出太阳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卖太阳眼镜跟晒稻谷；当我下雨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卖雨伞跟播稻种；
当我是阴天的时候呢，你们就赶快出来采茶叶跟采桑葚。这是老天爷唯一能满足众人不同要求的做法啦。所以不但我们不能尽如人意啊，连老天爷也是很难尽如人意啊。同理啊，不同职业或不同工作的人也都会有不同的想法，立场也是不一样。出口厂商希望货币贬值啊，因为货币贬值有利出口嘛。那进口厂商希望货币增值啊，才会有利他的进口啊。所以汇率的升降也是会造成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无法尽如人意啊。当年我在做外交生也是一样啊，汇率的升降也是影响我的心情啊。对，好，当无法尽如人意时呢，会让人感到挫折，有人会因此闷闷不乐，很不开心；有人就会生气动怒，义愤填膺啊；有人会愤世嫉俗，自怨自艾啊；有人会什么急着解释，结果越描越黑啊。刚刚那个甲跟乙就是这样子嘛。啊，有人会心平气和，以平常心欢喜接受。刚刚那个丙就是这样子嘛，不是吗？啊，有人都会选择适时保持沉默，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啊。甚至如果说缘接的不好，你再怎么解释也是多余的嘛。所以碰到不能尽如人意时啊，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调试。或碰到不顺心的时候呢，或者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呢，都会有下面几种现象示现。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5种。第一个怨天尤人啊，第二个意志消沉，第三个暗自伤悲，第4个假装没事，第5个欢喜接受。这5个里面我们要学第5个，其他4个都不好。第5个比较好，叫做欢喜接受，平常心接受不但如此，还要从中升起感恩心呐。欢喜心跟感恩心都是一种美妙的境界这个需要透过闻思修不断的熏习才能从中体会并得到印证啊。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来接受是一种极具智慧与亲近的人生哲理啊。所以我常常讲感恩就这个意思啊。因为有感恩心的人才会有慈悲，慈悲的人不一定有感恩心哦。就好像柔软的人很容易慈悲，但慈悲的人不一定柔软道理是一样啊。所以才说感恩是慈悲的源头，柔软是慈悲的基础。这句话都非常有道理的，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其实也很容易体会，老实讲了心地慈悲，但是嘴巴不慈悲，讲话口气很硬，脾气很犟，很硬跟很犟都是不柔软嘛。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很慈悲，很会对外行善对灾民或照顾户很包容很善解，但是对自己家人或对自己的法亲不懂得善解包容。所以正言上人才会警惕慈济人说，你们如果做不到这样子，那请问你们的大爱是要爱谁呢？这个一语惊醒梦中人对不对？你讲大爱你是爱谁呀对不对？所以刚刚前面讲的修炼真实法嘛修炼正法也可以的其实呢也包括时时反观自照，这个也是一种正法。佛陀呢将苦称为圣谛圣谛就是圣人所通达的4种真实的道理，叫做圣谛啦。那4圣谛就是4个化解苦恼的道理。苦是怎么来的呢？要如何把苦灭掉呢？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因为想要断离苦果就要先断绝苦因嘛。因没有，果就没有了嘛。而想要断除苦因，就必须修炼灭苦之道。怎么样可以把苦因灭掉了？那个方法叫做灭苦之道就好像说不能尽如人意，
会衍生苦恼嘛，不顺利啊。但只要能做到无愧我心啊，就自动离苦跟断苦。这个道理懂了啊，就是了解灭苦之道嘛。那四圣谛是学佛的基础课程。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后的第一个夏天呢，在鹿野苑呢，为5位比丘弟子啊所讲的佛法就是四圣谛，所以它是基础初阶的啦。那修行的第一圣谛就是苦嘛，第一个圣谛就是苦，辨识自己的苦，看清自己的苦，了解苦源在哪里。那第二个是什么？这是集啊，第二圣谛是集，看清苦源之后才了解，哇，人生真的是逃不过8大苦啊，各种苦呢，层层叠叠的，钉钉塔塔啦，台湾话讲了哈。那汇集在一起呢，而且苦苦相逼啊，所以叫做集嘛，集在一起嘛。那第三谛是灭，哇，这么苦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想尽办法，想要离苦或者了苦，想要把这些苦呢把它灭掉，所以叫做灭嘛。那第四谛是什么？道。结果发现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还是要靠心念的转化，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往内求，才有办法。这是解脱的方针跟方法，叫做道，道就是方法嘛。这就是学佛的四圣谛，然后苦集灭道啊。那苦既然跟我们是贴身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甩也甩不掉，离也离不开。那我们就是要接受它，感恩它并以苦为师，这样才是妙用吃苦为进补。讲起来很简单啦，但是做起来呢，其实也不会难啦，日积月累啦。在苦海中，还是要感恩苦受，并接受，并欢喜接受，叫做甘愿做欢喜受，不是吗？甚至进一步以苦为师，以病为师也是一样，以法为师，以戒为师，很多我们的老师这当然不是一触可及的，而是要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学习。我们的一生中呢，有时候不但无法尽如人意啊，甚至还会无法尽如己意啊。落花有意随流水啊，流水无心恋落花，常常是事与愿违啊。而每一个人所采取的反应方式也都不一样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别人的错，其实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不同而已啊。即使是别人的错，我们更不应该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什么都是发脾气啦。发脾气就是拿别人的错惩罚自己嘛。更何况别人有错，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不要对号入座，则是我们的选择嘛。选择对号入座就是自投罗网而自得尘埃这样就会自讨苦吃嘛。相反的，我们选择笃静不动，也就是人有20难里面的第19难，笃静不动难。我们让他笃静不动也不难这样就能做到管他天下千万事闲来轻笑2、3声，很潇洒也就能云淡风轻心情安详所以一切都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嘛。善解也是一种观念，甚至是一种正念。要怎么善解？请各位参考我们读书会的第123讲的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里面有功夫秘籍大家可以去参考。武功秘籍如果能够派上用场，这个时候就能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药性温和，不起副作用。做得到就是无量法门，无量妙法，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也就是达到无量易经里面所讲的妙处跟意境妙法悉现在前这个前
指的是人群中、生活中的意思啦。好，那法如果能够在生活中、工作中、人群中起妙用的话，那自然就可以度一切苦厄了嘛。面对别人的批评也好、数落也好、是非也好、冤枉也好、误解也好等等的对应之道，也是跟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位在亲子班服务的妈妈志工我们叫做爱心妈妈了那慈济的爱心妈妈是要进入校园里面去推广近视语教学啦。这位爱心妈妈呢，很喜欢小孩在亲子班里面做得很投入可是就有人呢，有声音呢揶揄她了，哎呀，只会带别人的小孩了，自己的小孩都教不好了这种声音被这位师姐听到心里就感到很不开心了造成了心中有阴影而烦恼。那我知道有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没有直接找这个师姐谈，我就选择在一个共修会里面呢，用意有所指的方式呢来分享那希望用解开这位师姐的这种心结了其实在共修会里面谈也是一种方便法，让她知道就好，我不一定要直接找她谈这样她会尴尬嘛。我是这样分享的，如果我们的孩子真有教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别人的批评当作善意的鞭策啦。我们上次讲过嘛，人言可畏把它化为人言可贵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因为别人说的也没有错自己的孩子没有教好，我们去教别人的孩子哪有说服力我们自己的孩子教得好，但去教别人的孩子，这样才有说服力嘛别人也才会心服口服如果我们的孩子并没有教得不好，而别人却故意扭曲我们这是印证古德所说嘛，哪个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没人说，见怪不怪就好嘛如果我们有尽心在教自己的孩子，但偏偏我们的孩子就是不受教那也是印证一句话父母只能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每一个父母都是一样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只好无愧我心就好，有没有尽如人意那不重要了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嘛，我们要利用这个时候来学习渐进不起心跟刚刚我们讲的笃静不动是一样的意思啦。这个时候就要把平日所学的佛法拿出来用，人不被这种流言蜚语所影响反过来还在妙用它，这样才是心中有佛法，行中有妙法其实有时候困扰是来自我们自己，听者有意其实别人是说者无心要善解，说的人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说啦，而是没有用心说话的习惯，所以是能力不足或习气不好，我们也是会这样子那我们就慈悲一点，给他一些调整的时间嘛，对，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调整的时间一样这样心念一转就舒服很多了，不是吗？然而有时候别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更要心存感恩跟警惕，并虚心接受，这样做才是依法不依人才是正知正见有一次证严上人对海外的志工干部们开示说道，你们如果彼此不和这样我对外说话会没有力量意思是说弟子不长进，连带会让师父教化众生的力道跟说服力也会减弱其实证严上人这样说呢，是师父用权巧来教化弟子，也是一种谦卑上人的谦卑那觉者教化众生的力量怎么会受弟子的影响呢？弟子这么厉害，影响师父，那弟子就比师父厉害啦，对不对这个没有道理，这个不对凡夫的境界当然无法跟觉者相比嘛，自己的家庭或孩子没有照顾好，没有处理好，我们就很难去教化别人这个叫做自度都度不了了，哪有余力去兼善天下呢？同理，我们自己如果是体弱多病，
却还要去跟人家推销健康食品，谁会给你买啊？不是吗？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了哦。所以有时候做人不必太敏感，敏感过度会造成神经质啊，神经质会让人呢什么事都紧张兮兮的啦，反应过度啦，这样会造成精神压力很大，难以轻安，有时候会造成失眠，失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的，精神压力太大哦，神经质嘛。然而做人处事就要敏锐，敏锐才会反应机灵啊，思绪灵活啊。这样的人呢，因为常常处于心清自明啊，所以能明辨是非，洞察虚实啊，生活自然充满自信跟自在啊。所以知见不正的言论不要去听，如果不得不听或不小心听到了，那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不好的声色不要去看，如果不得不看或不小心看到了，那看看就好，不要放在心上。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才能让我们心田一片清净。然而一旦不幸见闻到恶色跟恶声，那怎么办？那就要学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故意不听，而是念起不随，生而无助啊。这句话是很好，意思是说，听到看到有起心动念没有关系，念头起来就要随起随灭，不留心中，不执着它，也不随着它，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了啊。在我们读书会里面呢，有一些话我们常常会提到了哈，像我有时候都会重复提到，以前讲过啊，干什么啊？这些好话，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记在心里，并把它落实在生活中啊，或运用在人群中啊，会让我们的心灵在面对人跟事的问题的时候呢，是否能够保持不动如山，有决定性的影响啊！只要大家一边听一边也做笔记，把这些好话记下来啊，再随时去温故知新，最后也会变成我们的生活妙法了。其实我们每一次读书会的主题呢，都是一句进士法，都是一句智慧法语，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啊。每一个主题也都有一片阐述的空间，不同的主题之间都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哦，彼此也是环环相扣、节节相通的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万法归一，道一以贯之，也就是一理通万理彻啦。他的行动纲领就是一门深入，专心一致啊，这也是学佛要进步的正确的理念啦。那一般人在事情做的不能尽如人愿的时候呢，都会找借口合理化结果，很多人是这样子哦。那其实能够成长进步的人呢，是随时在检讨成果，并分析结果，再去找方法让结果更为圆满，这样做才是正向思考。有用心的过程，再加上虚心的检讨，才会有丰硕的成果啊。志工团体也是一样啊，检讨不是检讨谁做的不好，而是检讨怎么做会更好。毕竟志工们都是付出无所求的嘛，也都是从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啊，没有人喜欢来这边被检讨、被批评嘛。带着这样的同理心来推动活动，即使结果不能尽如人意啊，至少我们如法如仪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无愧于心的这才是学习之处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